Hello， 大家好，這是一期包包子的教程，話不多說，我們直接開始嘍。擀皮兒這裡就是左手一轉，右手一擀，最後中間如果凸起太高的話，可以輕輕壓下去。這裡建議新手包包子的時候，可以皮兒稍微厚一點。首先第一個原因是，如果皮兒厚的話不容易蒸死，第二個原因就是它不会在你包的过程中很容易的破掉。這裡包包子我们就是左手食指一推，右手食指把指压下去，一推一压，一推一压。這裡可能大家看起來有點複雜，但其實難的不會，會的不難。我包包子其實也不是很好看，為了出這個教程，我也努力學了好久。這個是比較容易接受的一個辦法，大家可以多看幾遍。如果感興趣的話，可以下手多試幾遍。首先我們眼睛學會，第二步就是手學會嘍。這樣慢慢的到收尾這兒，我們就可以給它把前面那個褶一起連接到一起，再用手給它整整形。如果觉得還是不太好看的話，就放到面板上給它搓搓搓，就像是現在這個樣子哦。我們盡量給它搓高一點，就像蒸饅頭一樣，因為它在二次醒發過程中可能會塌陷一點點。這個是第二種包法了，就是中間那個圓口給它收掉，不要那個地方。接下來請看一下哦，前面的步驟是完全一模一樣的，到最後收尾這兒，我們需要給它把整個，這個怎麼說呢？中間這個部分給它捏扁提起來，看出來它是高於包子表面的嗎？然後跟剛剛一樣的辦法給它捏捏褶，最後收口處給它捏起来就可以了，是這個形狀的。這個跟剛剛那一種比起來可能增加一點點難度，大家可以比較一下這兩種包子更喜歡哪個包法。到這裡之後，我突然想到，對新手來說可能還是比較難接受。那我們可以最開始包的時候是捏大褶，就是左手食指過来是給它一個大的，這樣就能容易掌握住。借用一下我媽的話，就是說，醜餃子、美餃子、不露餡的餃子就是好餃子，所以我們這裡也是一樣的道理。剛開始包的時候，主要是給它把口收住，讓它不是那種張着大嘴巴的就行。這種它的褶皱少一點，但是對新手來說是完全夠用的。大家可以比較一下這三款包子，蒸出來的效果都是一樣好看的哦。成品在這裡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